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吴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吴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佩君，大家好；支持美田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3Q 哥陈柏惟，大家好 ，Thank you。好，那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怎么样面对31看起来真的会是比0了吗？因为虽然到6月24号。在宜兰应该是陈俊宇那一席，最后知道6月24号。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包括谢龙介在昨天说把台南，包括林俊杰、王地宇那个不成功了之后，他也致歉，那过程确有违误，这是算是国民党在领导阶层这一块来讲的话，针对整个过程当中，尤其在一些涉及到一些司法事情的时候，算是公开承认中间过程有错误甚或道歉吗？包括台北市的代理主委那戴金是直接讲说，是不是应该检讨，是不是应该道歉，该什么就要不要做，要不然的话三阶怎么打？好，今天媒体有一则讯息，ETtoday 的新闻，罢绿崩盘，朱立伦神隐多日，明天中常会将抛三阶热战重大宣示。在这整个重大宣示里面是讲说，未来的反罢宣传将聚焦不同意罢免，让全国可以打出单一反罢免的口号。一战是这则新闻出来，如果明天朱立伦确实是这样的话，是不是直接提早告诉所有的人，不要再等6月24号那一席了？国民党已经正式告诉你，没有以罢制罢这回事了，只是朱立伦口中说不出来，不好意思，以罢制罢失败。但是这则新闻，如果明天朱立伦确实说未来只有一个口号，不同意罢免，那就表示没有以罢制罢这回事，提前告诉大家这个策略失败出局。对，失败不能讲失败啊，中共的失败的叫转进啊，不能叫投降啊，只能转进到所谓的三阶的不同意罢免嘛。这是朱立伦神隐多日，他神隐到什么地步？6月4号，他在脸书上一篇发文是5天前，6月4号啊，说纪念6·4历史，不要忘记骂赖清德啊，他还是在骂赖清德。整个事情哦，连他生日什么时候？6月7号，一般政治人物不要说政治人物，连我生日的时候都会 po 一下脸书，感谢一下大家，祝我生日快乐。结果呢，他连他6月7号。都没有 po 文，感谢大家，祝他生日快乐哦！因为蛋糕吃太多，都是蛋嘛，不断的创造新的蛋出来啊。是1-0啊！现在总共有15区罢绿委的选区，15区里面其实有2区是第一阶段就失败了，所以总共失败了13个选区了，13个选区还有4个选区还没有公布，这4个选区我看失败的几率也会很大。高雄罢双节啊，他是被扫地出人，被所谓的领衔人的爸爸啊，这叫徐爸的哈，把志工啊跟联署的人啊全部扫地出门。如果连总部都被扫地出门，你觉得他联署得起来吗？另外，李坤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法西斯党的那个党主席啊，现在也不见弹了哈，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啊。三重这个的深绿选区哦，更不用说会联署成功了。另外就是宜兰的陈俊宇，我特别问了我宜兰的朋友说，从来没有看过罢团办公室有在运作过，所以宜兰要通过的机会也很渺茫。所以虽然没有公布，但是朱立伦的今天这个所谓的新闻稿出来之后，就可以证明他们以罢制罢都失败了嘛。那以罢制罢当然要检讨，到底这整个过程里面，国民党到底有没有错误嘛？结果我们谢龙介非常聪明，创造了一个名词啊，叫做唯物啊，不是唯物主义的唯物，是微微的失误，我还微糖嘞，3分糖叫做微糖啊，3成的失误，联署失误叫做唯物的意思吗？而且不只是唯物啊，不只是3成失误，3成不合格啊，3成不合格里面有大量的伪造文书，有大量的死亡联署被侦办，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叫做唯物？如果一杯奶茶里面加了假的奶精的话，那个糖、那个奶精就是所谓的违法嘛，包含你在所有的联署里面，如果有掺杂大量的伪造文书、大量的往生者联署，这个就叫违法。你怎么可以说它叫做违误？另外，至少他说他愿意负责任下台嘛，他希望可以交棒给其他人，这是谢龙介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主委应该有的表现。但是我今天跟林涛同台，林涛说我们现在是团结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再追究个人的责任了。为什么他一定不能让谢龙介下台？因为谢龙介下台，更大错误的人是谁？就是党主席朱立伦。如果谢龙介下台了，那朱立伦要不要下台？会不会有更多的人
要逼朱立伦下台，所以保住谢龙介就是保住朱立伦，避免骨牌效应嘛，这才是整个党中央目前的做法，就是不再检讨所谓的二阶联署上面犯的重大错误，而直接转进到所谓的三阶的这个不同意罢免票嘛，这个是国民党中央的做法，但是县市党部看得最清楚。这个戴锡清啊，他现在刚接台北市党部主委，他基层一定很熟啦。基层的声音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觉得谢龙介有没有听到？他听到了，所以他说他要辞掉这个主委来做这个负责任的动作嘛。那那个戴锡清，当然他因为他不是之前的黄旅主委，所以他不用负责。但是他为什么听到说我们必须做这个相当的检讨跟道歉嘛？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么多的党工啊，包含195个被告，包含20个被收押的情况下，党工都有罪，而且下面的党的基层，如果这些党工下面党的基层会不会因为这个二阶联署的问题，然后导致基层没办法动员，那你如何去打所谓的不同意罢免战嘛？不同意罢免战的关键在哪里？所有罢免三阶的关键已经不是态度的表态了，不要态度表态，大概蓝绿或者是支持罢免跟不同意罢免的人，大概都已经表态出来了。重点是投票率，而今天游盈隆的民调写得非常清楚，民进党支持同意罢免的投票率将近80%以上啊，那已经是逼近选举的投票率。选举的投票率大概表态度大概都80%，但是蓝营的表态度，蓝营的愿意出来投票的投票率只有5%，甚至低于民众党的投票率哦。民众党的投票率将近有60%哦，所以让民进党已经超过80%，国民党只有5%的时候，如果你票吹不出来，你如何去做这个反罢的动作？而你要去催出基层支持者的热情，如果你不对于所谓的你们2阶段联署这些错误做道歉，那基层的热情热不起来的时候，大家耻于说他是国民党的党员，大家耻于他是国民党的支持者，那你如何去动员这些人出来投所谓的不同意罢免票？所以国民党不要认为你躲过了这一次，躲了几天，神隐几天，朱立伦你觉得你已经躲过事情了，你就要来推动这个所谓的第3阶的不同意罢免票，因为如果没有好好处理2阶段的这个这个罢免案的错误的时候，联署的错误的时候，你如何去推动3阶段这个罢免的投票 ？OK， 佩君自己针对这则新闻的解读，是表示国民党已经放弃还剩下几席的以罢制罢了嘛？剩下那4席，对了，你以现实的角度来看，其实过的几率真的不高。如果明仁朱立伦确实这样宣示，未来只有一个口号叫不同意罢免，表示大家不要再讨论以罢制罢。但是像刚刚一善所讲的，有必要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去做出包括对于1阶、2阶有违误的情形，要不要有一些道歉？需不需要做这样的一段？要不然的话，大家都知道那个热情最重要，那个投票率最重要。你觉得有需要做到这一段吗？先讲哦，回到大概半年前的时间哦，当国民党面对这个全国性的大恶霸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明确的是2条战线。那其中一条就是这个全力把它视为进入第3阶投票。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讲过很多次的，所有那时候其实还在1阶、2阶联署，可是所有面临被罢免的国民党立委都是把它当成会进到3阶投票去因应，这是其中一条战线，就是最后要呼吁选民投下不同意票。那另外一条就是因为当时民众有这样的期待，必须去回应，因为相较于罢免来说，罢免有很多的动作嘛，可以签联署书，可以上街。可是反对罢免这件事情，相对来讲是比较静态的，所以那个时候推出以罢制罢，确实是其中的一条战线。那老实说啊，现在这个局面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就是走不通，走得不漂亮，没有成功，必须要坦然面对这件事情。当然他必须要道歉，当然也必须要检讨。那我讲的道歉对谁道歉？对所有签下联署书的罢免立委、绿委的那些民众，我觉得必须要向他们道歉。国民党的上上下下努力不够，让这一条战线失败，功败垂成，这是必须要面对已经发生的事实。那另外要检讨，我倒认为不管是我们支持者也好，或是党内的人，不用急着把手指向别人说谁要检讨，先检讨自己吧。如果我问我自己，我的选区没有在提罢免的事情，那我要检讨什么？我检讨，如果我作为一个国民党公职，过去我们习以为常，把这个地方党部交代我们去做事情，我们才去做。相对来讲，这个互动关系是很这个被动式的。可是，在这一波的联署里面，确实它凸显了我们的地方党部的松散，它的失灵，然后到最后可以说不堪一击，显然是这样。所以现在在检讨什么？检讨我们跟党部之间的互动。据我了解啊，现在以台北市来讲，其实基本上因为地方党部已经等于
这个时间没有存在。所以各议员的团队已经自己上去补位了，我们的团队必须往上去做。以前党部交办给我们做事，现在反过来我们自己去找事情，什么事情是在这个运作上面，我们要以我们的团队去补位。那其实这件事情非得到现在才能做吗？我后来想想，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可以化跟党部被动的互动模式为主动。所以说，我说这是我自己看我自己在这个案子里面，我觉得可以去检讨的事情。联署固然是一个以霸制霸，是一个其中一条战线，可是当他走得不漂亮，走到现在看起来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那必要的检讨跟道歉是要做的。可是不要忘了，确实当时就讲过还有另外一条战线，而那是现在看起来更努力要去守住的。刚刚奕善哥讲一件事情，我想象一个平行宇宙，如果朱立伦喜洋洋的在6月7号生日那一天发了切蛋糕，哪怕他吃的是20元5个的鸡蛋糕，也会被骂惨啊！国民党危急存亡之秋，你还想着你的生日，又不是卓荣泰，什么时候还要吃小蛋糕？所以我想他怎么做都会被骂。但是这个时候真的不是去找一个战犯出来，我们最后的目的，其中另外一条战线还在持续当中，这一条才是应该要去努力。那各个立法委员在当时就已经把它视为会进入3阶投票的作战模式，那现在也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接下来一关努力要守住的。OK， 你只要看到3Q的头发还在，你就知道那中热这一区呢，到目前为止的补件应该还在过程当中。3Q没错嘛，对不对？确实。好 ，OK， 因为今天看，包括中热、中巴，有几个地方都还在补件当中。但3Q，因为你经历过这一段，我们刚才讲说那个热情。你经历过怎么样想尽办法要把支持自己？你那时候是要支持，也是要希望人家出来投反霸嘛，对不对？对。怎么样把这个热情吹得出来？那别人的动员，人家要过25%那些东西，好，这个是现在国民党要碰到的。刚才讲到党中央为止，一直到现在，针对第1阶段的司法的问题，第2阶段所有这些所谓的维护，需要做到出来，朱一伦直接告诉天下，对，那下罪己诏。是我的错，都是我的过程，需要做到这样，国民党的热情才吹得出来吗？还是以现在发一个告诉你说，以后没有以霸制霸这件事了，大家全力反霸，在这个节骨眼上，以你自己的经验，觉得国民党或你现在在地方上的优跑，吹得出让国民党能够拿到，因为现在看起来都是3阶热战，大概大家都在抢那25%一定要过嘛。对于罢免的人看起来那个投票率过25%是有机会的，所以国民党势必要比罢免的25%多1票，你觉得到目前的态势吹得出来吗？我觉得困难啊。所以国民党势必要比罢免的25%多1票，你觉得到目前的态势吹得出来吗？我觉得困难啊。为什么？好，我先讲我自己，其实憋了很久啊，憋到差点坏掉。因为刚刚我们佩君议员有提到说，国民党设定从第1阶段联署开始，它2条战线，一条是罢免别人嘛，那另外一条就是一定会进入3阶。我当然知道这是国民党战术选择啦，但我觉得这个战术是错的离谱。为什么？原因是仇恨值只会累积，不会减少。在他们有一个出口可以宣泄之前，这个投完去1阶的人，他一定会去2阶；去2阶的人，他一定会投罢免，而且要去罢免，他从1阶就开始参与的人，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帮忙宣传，所以从1阶开始打3阶的战，其实会累积自己的仇恨值。这我讲很客观，不是因为我们颜色不一样。那另外一方面呢？他还会感染你的支持者，不敢出来。因为现在的风向就是要罢免，所以像徐姐，为什么他们要一直想办法的展现自己的战力？是因为他们觉得他的基本盘都动不起来。我奇怪啊，我怎么叫不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要展现战斗力，结果就变成恶性循环嘛。一方面是增加我的仇恨值，所以你看那个同意罢免来到80几%；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人多，我们的人少的时候，我们的人又动不起来，所以陷入一个死胡同。那真正你看罢免很困难，现在还在2阶补件的所谓31:0，其实我都不说31:0，它可能是可能20:0，然后加11代候补这样。你看那个候补的11个有什么特色共同？他们不讲话的是，尽量不要提到我拜托一下。我为什么我也没有要罢免民进党的啊？我在这边做得好好的，我管你谁执政，反正我都在当立委，尽量不要提到我。那当然，在主战派的
这个党中央风向上就会觉得这些人为什么尸位素餐，占着立委职位啊，却不出来帮忙？那个差点讲的赖清德被黄国昌感染，严宽恒怎么不救罗廷伟？杨琼英怎么不救廖伟翔？江启臣怎么不救黄建豪？对他们3个来讲是想说，我又没有被罢免，干嘛我要救什么东西？所以国民党出现不同调嘛。而且有人觉得我应该要全力罢免，有人觉得我们应该要全力防守。好，这里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他在累积这一些仇恨值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会让自己的选民不敢出来，因为不是说要战斗派啊，我站出来，为什么人没有出来？所以他自己的基本盘也不能动，所以两相比较之下，就会形成现在这个状况。那你说有没有办法把基本盘这个吹出来？嘿，我这个就是我现在要憋的事情，我可能要3届之后才能跟大家讲，还是有啦。不过坦白讲，一直都不是冷热的问题，一直用冷热战来形容。选举是冷热战，为什么选举要用冷热战？冷热战是你冷就会赢，不希望对方热，或者是你热就会赢你热才会赢，所以不希望对方冷。可是罢免战不是冷热，罢免战是酸甜苦辣。你到底想要让你的选民吃到什么味道来驱动他投票或不投票？其实反罢免是有标准答案的，但容我稍后容你到第3阶罢完以后，我可以写在这里，然后放进一个锦囊，然后那个主持人在罢免结束之后再打开啊，原来如此。好，那个就等一下那个 Thank you， 叫他写下来，然后密封起来，没问题。然后呢，我们等到3阶完以后再打开，到底写的是什么？可是刚刚讲到那个过程。佩君有感受得出来你们地方上的热情，刚才讲到那种，尤其那个对了，仇恨值累积，对于要罢免的罢团或者是支持者那些，你平常听易善讲起来，好像那个味道确实这样。可是对你们来讲的话，那个支持的热情，还有人在这里面会讲，我记得易善他常讲，就是那个司法还有所有那些事情，会不会让自己的人会觉得，我出来会有点拍谁？我怎么会？你们做这样的事，我为什么要填？会有这样顾虑吗？不会哦，首先我先回应一下博维哦，因为如果今天他刚刚讲的这一番头头是道的道理，换成在座任何一个人讲，我觉得都起码可能有几分可以参考。可是博维是自己一个没有躲过罢免的人，然后他来告诉我应该要怎么样因应罢免战，然后讲了大概快10分钟，我不知道里面有几点可以听。你们都选韩国瑜当立法院长了，不用这样子酸我。他没有来做罢免守则啊，但是你刚刚是一直在跟大家讲要如何因应罢免，真的不用这样，真的不用这样。但是我尊重你啊，你还是有发言的权利哦。但是没关系，要不要参考是我们自己看嘛。那现在因应罢免这件事情哦，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事情是蓝营的选民其实隐性的成分很高了，你要让他觉得要有一个动力跟希望。那罢免投票跟一般的选举最不一样的是一般选举是选贤与能嘛，那我非常喜欢这个人，我想要他出来服务，只要我去，他就有他的未来跟我们的未来，所以他有动力去投票。可是罢免这件事情，看在蓝营的选民里面，首先他先伤害了他过去可能那一票是投给他的人，这是一个负面的投票。我今天去可能也只是挽回，让他继续留在这里，而不是可以更往上一阶，那个概念是不同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面那一阶段最困难的事情是你要启动让他知道投票这件事情必须要去做。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刚刚 Thank you 讲说不分冷热，我没有他们那么多丰富的词汇啦，我只能告诉大家说，对我的感受来讲，你让他继续冷的时候，这一局就没得玩了。所以根本没有冷的这个选项，对国民党来讲就是热，必须要热。为什么要热？因为他会误会在前面，大家可能说来觉得好笑，但是确实实际上就是如此。因为一般民众不是政治工作者，他对罢免投票这件事情可以说一知半解。我这里场很多民意代表，相信他们也知道，其实很多民众，你告诉他年底要选举，他还问你说啊，今年是要选立委还是选议员？他们对政治没有那么想象中的关切。好 ，OK， 那到罢免投票这件事情就更绝妙，他还停留在说，那我不赞成罢免，我不去投，我不要跟他们随之起舞，我就不要管这件事情，我根本不知道几月几号就过了，那就完了。所以前面大半年的时间都在努力宣传。你看现在很多文宣出来，也不讲什么太多大道理，就直接把那个圈选的那个票章盖在不同意罢免。你光是要提醒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就得花一些力气。那为什么说热必须？因为你要告诉他，如果你不出来，你过去你投票的这个立法委员，你用这么多的选票投他进去，但是现在相对来讲，25%他就再见了，你那一票就没有了，你就白投了。那你自己做过的决定是别人来替你抹灭掉，你愿意接受吗？你甘愿吗？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步一步要去论述的空间，这需要时间的。OK， 来 ，Thank you。好，我只一句话回应啊。从客观的数字上来讲，如果蓝营是对的，不会31-0。我那个时候是
差1.5%，就这样。那接下来我要讲大局啦，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我认为啦，我真的没有针对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很嗨，看到我就好像很想咬我，你们已经咬过我一口了。在大局上面，是你要如何说服你的选民，你们的多数执政或是立院多数是服国利民的，你要说服这件事情，但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论述这件事情。最主要的事情是，当曹兴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罢免的你要说领袖或者是领衔人或者是精神领袖等等的，当他提出反共护台这一个口号的时候，国民党没有办法回应。那国民党没有办法回应的时候，再加上现在你看沈伯洋遭受攻击等等的，他又变成亲共跟反共的总对决。在这种总对决上，有一个关键的数字可以参考，就是过去所谓的蓝营的优势区，全部都是以超高联署率通过，那这一块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绝对不会是绿营动得出来的。绿营如果能够在徐小清、王文威那边动到130几%的联署率的话，比我的联署率还高，那表示什么？连国民党自己都有基本盘跑掉了，不是跑掉，而是跑去联署了。所以在这一块论述上，我认为是国民党或许未来可以加强，但是我认为他们有他们的困难，这第一个。第二个，反罢免动不出来，就是你罢免我，我要罢免你，为什么动不出来？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国民党的都市选区没有遇到，但是在所谓我们过去的党国裙带资本主义，他们的选民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不动我，我就不出来。你不搞拜托，我不出来了。这个拜托有很多种，有当面拜托，有请我吃东西啊，或者是有答应我什么事情。之前有一个立法委员叫罗廷伟，罗廷伟呢之前在布庄的时候就曾经流出一个录音档说，里长啊，你若无听话，我叫另外一个人出来跟你算哦。好啊，然后他那个里长就会被驱动去做某件事情嘛。所以，当你要去人家签罢免联署的时候，你如何驱动？你会发现，不管是高雄双罢节，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要罢免绿营的团体，不是什么收钱的啦、红包的啦，1份2块3块的，那个就叫驱动嘛。当你失去那个驱动力的时候，蓝营的部分这种传统的所谓裙带资本主义受益者的选民，他们没有理由上街头去联署，没有理由抛头露面、风吹雨淋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去拼出那些联署数字？所以这个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就是我是官，我很大，告别式我要在门口嬉笑，毕业典礼我要讲20分钟，新人结婚的时候我比新人主任还大，那种官威要存在。我开的车要是全乡镇最贵，我穿的衣服要是规整想下趴，那个叫做官威。那种官威啊，体现在所谓的国民党地方派系特别严重。那这样子的情况，他们就是一个旧时代的和所谓党国时代的遗毒，跟现在的台湾民主时代的一个对抗，这是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是亲共跟反共的战线。这2条战线，如果国民党没有办法把它慢慢的像解开一个把这些机关打开的话，这些问题就会像水那个卫生纸泡到水，它会从四面八方渗透而来，永远没有办法从一个点或一个线去解释掉。不过现在看起来，阿淼是你内区传统上面来讲。算蓝营优势区深蓝区深蓝区 OK 好，从3宇刚刚讲，在深蓝区为什么这次的联署？因为大家都在讲说，连台北会变重灾区，5席蓝委全部都过，胜过好几席是所谓的蓝营的或深蓝区，那个联署率特别的高。那是不是有2个原因？一个是3宇刚刚那个讲战略的高度是当反共护台这个口号出来以后，这是一个。第二个是直接在战术上面，当出现了司法上的唯物，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对很多人民众，甚或蓝营的支持者，是不是都对于这些事情会觉得，那总要有人有个交代吧，或总要像戴琪卿代理主委讲说，是不是该在这个阶段下，你如果不做正式一个道歉，而只是在明天的中常会跟大家讲说 ，OK 好，那过去翻页了，这时候对选民来讲，那我有什么热情要能够直接站出来？其实罢免这个跟选举很像，但有个最大的差别。罢免的那个镁光灯会集中，选举的时候所有人一起选，而且还有3组总统候选人在，所以个别的立委候选人在干嘛，其实媒体根本就不会去理会。可是罢免不一样啊，尤其是你在台北好几区是那种所谓的声量王、声量天后的，那本来就是媒体的焦点。那所以说，当镁光灯往你身上集中打的时候，你的瑕疵会被看得很清楚。那这是2个方法嘛，第一个化妆把瑕疵盖掉，第二个把灯转掉，照别人不要照我。
那这2个方法其实就是现在国民党蓝委反霸的时候他在用的、啊，就说瑕疵盖掉，就是啊好，那你霸团骂我什么，那我就广发文宣，我就广发看板，我就办我的说明会，把我的调咖全部叫来，然后我教你们怎么回应这一些化妆嘛。那另外一个把灯转掉是什么？开始攻击别人。攻击一些其实不相关的人，希望去占据了媒体的版面，因为媒体的版面终究是有限嘛。一个政论节目就算2个小时好了，讲1趴沈伯洋，讲1趴王义川，那就少1趴可以谈徐小新，少1趴谈罗志祥嘛。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基本逻辑。那国民党现在在走的这个，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选举套餐，然后再加上转镁光灯跟加强化妆来因应这个罢免。讲白的就是这样。这个选举套餐其实也很基本嘛，反正空战、陆战嘛，陆战就是组织一直不断的动嘛，空战就是看板该出来的出来，然后呢，该站路口的站路口，然后该塞传单的塞传单，就是这样子下去。其实这说破了不值钱，大家都知道。可是现在问题是在于说，到底现在时间算一算，差不多相当于选前不到2个月，其实是非常白热化的时间哦。那在这个白热化的时间，主轴在哪里？到底现在时间算一算，差不多相当于选前不到2个月，其实是非常白热化的时间哦。那在这个白热化的时间，主轴在哪里？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提到说，国民党要不要有人出来负责？要不要有人出来为过去的这些死人联署、伪造文书、集团性的犯罪这些负责？如果我们讲道理的话，当然要嘛。你不要说发生在国民党了，如果是发生在其他党，早就有党高层要负责下台了，不管是民进党还是这个台湾民众党，如果搞了一堆死人联署，然后查出来，现在还都有被起诉的案子，里面还有很多还起诉的都认罪，一定党高层要负责下台。可是为什么国民党现在好像这个你们讲你们的啊，我国民党朱主席跟党高层这个好官我自为之，因为现在是选前不到2个月的白热化时间啊。而且对朱主席来说，他真正在打的那一场选战叫做主席保卫战。朱主席真正在打的根本不是反罢免如果是反罢免要保住立委的话，为什么前面会那么混乱？一下子说要以罢制罢，一下要反罢，搞不清楚要干嘛。因为朱主席真正他做的这个主席保卫战，他要的东西是责任最小化，所以要打区域联防。权力要最大化，所以希望未来如果有补选产生，提名权还是在我手上。这个是朱立伦在做的事情，所以你看他在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的路上，请问道歉是选项吗？根本就不是嘛，因为一道歉，人家都看穿啊，你看果然确实如此。那党内的挑战者就出来了嘛？那为什么像刘改？为什么刘改在昨天的时候他会直接出来讲说，那确实他看过笔录，因为已经起诉了嘛，他说也看过笔录。那因为到目前为止，刘改并没有在这整个案里面有被约谈或什么。好，你说有人讲说是不是因为延会7月30，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他并没有，但是他说他看过笔录，因为起诉以后确实那是可以看得到，所以他说确实有违误，他也愿意道歉。胜过刚刚讲说他也愿意交棒或什么。为什么刘改愿意做这样？因为有人在讲，当有人开始做这样的时候，刘改不会莫名其妙要做这样一些的动作吧？昨天我们好朋友林涛在本节目呢讲说，没有要选举的人说话谢龙介就是有要选举的人，他在打的这一场仗叫做台南市长选战，2026。对，所以呢，他不像是林涛一样说 what 你们讲你们的，你们说有缺失，我们不用认，因为谢龙介在打的选战跟朱立伦在打的选战完全不一样，谢龙介在台南相当于我在大安区嘛，都是艰困选区嘛，对不对？那在艰困选区的时候，你能够走那么极端吗？就谢龙介如果今天说我宣布罢免林俊宪、汪定宇失败，然后我同时宣布我们台南市党部完全没有错，那他还选什么台南市长？这波球马上从这个加护病房直接送到宣告没救。所以他当然要低调一点的说这确实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有点微误嘛，小问题。大事要化小，小事要化无，要化妆啊！就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化妆。所以谢龙介他还保有一个理智，因为他要看的是台南市长的选战。
那另外你再看说现在的这个面临到大罢免的这一些30几个蓝委，他们确实也像谢龙介一样保有理智啊。你看他们现在开始哦，其实我讲真的啦，台北市还有几个蓝委，我看他们现在的动作都比选举的时候更认真。都比选举的时候更认真。本来宣誓绝对不挂看板的人，现在看板也出来了，对不对？本来宣誓说什么啊，我不制造垃圾，哦，不用发那传单的，现在传单每天在发啊。因为罢免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瑕疵被暴露的最大的危机在这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现在你看一看两个好像变成温良恭俭让，然后呢那种气压压的画面，短期内就不会再出现。但同时，他在外围也非常标准的采用说，哎。有一些红媒，对不对？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已经不是台湾的媒体了，甚至是共产党的媒体，那个大公报也加入一起要来打，这个是最厉害的事情就是说你自己不用去讲这些，但是外围的这些红色的影响的媒体一起加进来的时候，这就是非常非常标准的选举大套餐。OK， 那所以对于罢团来讲，其实。在第3阶段会比第2阶段更辛苦，因为所有的罢团是没有选举经验，但是我想大家在这里就不用绕来绕去了，罢团没有选举经验，但是真正有选举经验的，现在也没那么容易跟罢团做整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蓝委为什么设定送件后开始绝地大反攻，其实是有他在选举的知识技术上的道理。OK， 阿苗刚刚讲的比较含蓄一点啦，讲白一点啦，就是罢团没有选举经验。有选举经验的是各政党了，包括国民党，包括民进党了。那罢团跟民进党之间未来要怎么样做一个整合？包括前几天媒体上面看到的，高层之间是不是光谈合作的过程，是不是就有其他的一些中间的有一些小冲突啊或什么？好，这个待会儿大家会聊到这个。但如果真的讲的话，双公，这整个案子你从一开始你本来还觉得会不会31-1嘛？结果后来修正，对你有修正，因为没有你是当天就修正，很快，当天就修正，因为你在听完那天旁边的来宾钟小平讲完以后，你就决定31-0，现在看起来是这样，而现在大家看起来的话，那个研会，大家讲好，现在看起来，我说刘永盖为什么要道歉？他说他看过笔录，他知道有唯物有什么。到目前为止，国民党的党工官司已经是。整体来看，被告195个，20个人被羁押，其中当然你说有交保啦或什么这些。媒体报道，国民党专职党工的官司，92个人花费超过2000万的律师费。未来律师费如果要到3审结束，恐怕要花到近1亿元之多。但现在在研会嘛，那所有的事情，那包括立委啦什么，不管是约谈啦或什么时候，你也总是有一些忌惮的一些的地方。这中间有什么一些什么美感吗？难道真的等到7月31以后，又会有另外一波的腥风血雨吗？当然，你7月31号宪法里面规定，就是人身保护权在会期中才有会期中才有。那3月20号搜索台南市党部的时候，就羁押了2个人嘛，包括其中一位副主委嘛。那4月17号搜索台北市党部嘛，那4月17号我们都有看到那个场面嘛，朱立伦带了一群人去北检嘛，那大概是4月18号的清晨4点多，北检声押，北检声押。那当天朱立伦也去了党部，然后就去了党团啦。党团那记得他在党团里面还说这个倒阁也是一个选项嘛那因为前一天蒋万安在北检喊出倒阁，巧了，那一天呢刚好就是要处理研会案，当天处理研会案，研会案当天的处理，透过表决是直接把它逕付2读到5月20号的时候再一次的表决通过嘛。那这个时间点，你不觉得很好奇吗？很好奇的一件事嘛，就北市发生这个事，18号声押，18号处理这个案子，那你不觉得让大家觉得有鬼吗？因为黄旅是主委，对不对？主委啊，他是台北市党部主委。主委，当他被收押，他当天声押，当天18号的凌晨4点多，北检提出声押，19号的时候第一次才是无保请回嘛，所以是18号4点多。对，那主委，那你反过来一看，
国民党里面其实立委兼地方党部主委的有9个，有9个之多那当然我们就不谈那个什么无关的金门马祖就占2个嘛还有当然林佩祥也是事后接的嘛，对，事后接的就出事以后他才接的嘛，那里面算。有被侦办的高雄市是一个，高雄市并没有搜索党部它是搜索那个霸捷一个嘛对，台南市党部被收嘛然后嘉义县党部也被收嘛，然后你光看到的就被收的就已经有几个，屏东也被收苏金泉嘛，对你放眼看下去，这些都不分区立委对，都摆在那边嘛那云林没有，张家俊也是党部主委嘛那不分区，那被收了就这4个县市，那不要忘记大家一直担心会不会收中央党部中央党部负责整个联署作业，整个的还有一个主发会主委徐宇珍是不分区立委嘛不分区立委，那大家就在想主委生涯今天处理这些案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因为很清楚，大家的解释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书记长解释说我没有什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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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林佩祥解释要因应什么中美贸易嘛但你回过头来看，国民党要过的案子有什么可以挡得住的？有什么可以挡得住的？4月18号之前，你们要过的案子全部进复2读，1个月以后表决，有哪一个案子不会过的？所以大家就开始质疑你这个是为了什么嘛？到底是为了什么嘛？那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人身保护权嘛。那当然，北检可不可以用证人约谈？可以啊，可以啊，但他不到你不能拘提那拘提你就只有一件事，行文立法院。行文立法院要经过院会同意怎么可能？院会怎么可能通过？不要说院会了。这个案子要先到程序委员会排到院会讨论，北检什么来函，那本院同不同意具体？程序委员会就不给你排了，蓝白多数怎么可能会给你排？一夫，你是直接在质疑说，那个因为跟黄旅被声押的时间点，会让很多立委，尤其身兼地方主委的，会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恐怕火一路烧。那最怕的是中央党部的还有中央党部的OK，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但是这整个新闻所延烧出来的，佩君可不可以帮大家解读一下？国民党已经花了2000万的律师费了，然后媒体说，如果要整个打完到3审，会花近亿这个统计一下，所有的交保金所有的交保金破1000万。就那100多个，所有的交保金破1000多万，但不过那是保释金拿回来的，那是保释金对啊，那个是可以拿回来的。律师这是律师费这个新闻是刻意放这样子我不知道他消息怎么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但是我很明确知道里面有写错的地方，然后我当时也已经跟那个记者沟通过，所以他那部分已经修正。其中我确定这个讯息有误的，就是黄旅主委的律师部分数量是3人，而且他是自己负担这个费用，不是党中央负担的，所以起码我知道，我确定这一部分讯息是有误，已经更正。那其他他怎么累加上去，我真的不知道。可是这整件事情一路弄到现在，司法的案件变成这样，所有东西变成这样。阿苗那个是深蓝区，若芳你那一区基本上不算是，中山不算是，但北松山是因为是王宏威这一区嘛，对不对？对。好，那大家就看到第一个，当王宏威在那个地方在造势的时候，是林珍宇。对，有民众党对不对？民众党有赔。那包括岳元之在板桥的时候，他是找黄国昌。有人就讲说，这一仗某种程度都已经完全看得出来，就是蓝白之间的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是不是靠白银之间能够想办法去逆转？我觉得现在应该是看起来啦，2个主席，黄国昌跟朱立伦，现在感觉是朱立伦黄国昌大于朱立伦。好，首先你先看叶元之那天去。照理来说，你立委，你本身2个都是立委，那你要地方建设跟中央配合，其实就我们需要中央配合，我们就是找地方议员加市府官员，再加中央的立委或者是立委，他可以找中央官员一起来会勘，
用这样的方式，他才有办法沟通平台拉起来，然后直接做沟通，应该是用这样的模式。但你看叶元之在前几天，大家还记不记得侯友宜有一个视察，然后结果就闹出了好像就是叶元之中间跑掉，那他到底有没有跑掉？我觉得有些人证实，有些人说啊他其实还在。那反正他中间其实就离开了嘛，离席了嘛。那但是你又回到说，你去新北市，你去教育去看学校，但你应该照理来说，我们要争取建设，你本身自己就立委，你还找一个立委来，这样也很奇怪啊。你这样应该有一个地方建设的一个议员或者是市府官员一起来，这个才是比较有用的。再来第三个，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罗廷伟抱着谁哭？罗廷伟抱着黄国昌哭，但是18号他是抱着黄国昌哭，23号他跟朱立伦有同台，但冷冷的就是让举起手，我们反罢免哦，就这样。这你就看得出来，他不能每个主席都抱着哭吧？但是他是国民党的，照理来说，你应该抱着你所需要的人。我好委屈哦。黄国昌更比朱主席够力。来，我们来看，因为这我网络上抓到的，其实这对比，这网络上的照片，其实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对比有点奇怪。很多的被罢免的立委，其实需要黄国昌反而比朱立伦来的还要高，还要来得高。那这样叫不叫合？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合，但是你要去看到黄国昌另外一面，他其实用了这一场罢免的这个方式，他是不是有慢慢壮大？他壮大到他是不是有吃掉国民党的一些票？那甚至你看，像这个在野党高峰会上面，朱立伦不是讲了一个说要倒阁，黄国昌讲了什么？这个倒阁没办法救台湾啦。那现在黄国昌又讲了什么？黄国昌现在又讲了，他说倒阁救不了台湾啊，那你要去倒阁，那或者是你要罢免赖清德，宪法上就是基本常识，就是那个人数不够啊。他是直接这样对着朱立伦就是讲了这些话。那他还喊了什么？他说我一定会站出来号召选民向赖清德说不。好，那未来如果黄国昌号召了一场这样的活动，向赖清德说不，国民党要不要参加？国民党要不要参加？如果国民党不参加，那人家会说你朱立伦话 gay 呀。那如果国民党参加，现场来了很多人，力算谁的？算黄国昌的，因为是他先喊出来的。你国民党要不要参加？你直接问佩君了，佩君等一下就会直接回你国民党要不要参加？就是在这一场上面，你再来讲，你觉得国民党会很为难？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为难啊。去就跟着人家当做白蓝河，因为先喊的已经是黄国昌了。他说我一定会站出来号召选民向赖清德说不，因为他已经讲。罢赖不可能，因为在宪法上面，立法院的人数就是不够。基本常识叫他讲的宪法基本常识。那如果他号召出来之后，我站出来了，那邀请国民党的朱主席一起来，那他号召了，那这一场是要算黄国昌的，还是要算国民党的，还是要算一起的？那这在上面黄国昌有没有加分？我相信他有加分。但是大家本来一直都讲说这一仗跟白银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白银都是净赚的。但是当赖香伶直接出来讲说，不是啊，大罢免如果要是大成功，白银基本上就被打包了。因为如果真的民进党净赢6席的话，就变成57过半，那白银那8席基本上在立法院，你靠谁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所以赖香伶讲完以后，其实本来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家就算过，如果真的民进党过半的话，假设真的进6席的话，那真的对于蓝营跟白银来讲的话都是重伤。所以这件事情整过来，黄昌最近是不是也感觉到，不是再这样搞下去？搞不好真的万一进了6席的话，那8席等于是都没有意义了。他会不会因为这样特别毛起来？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说他毛起来，但他真的会为了民众党全部，还是会多于他自己？因为他明年是不是要选新北呢？还是选桃园呢？还是选新竹呢？可以继续做立委，还是继续做立委呢？也可以。对啊，他还是可以继续做立委啊。那个2+2的条款没有了吗？没有，那个情势发生了巨变。情势变更原则，政治情势不一样了，非常大。唯一的巨变就党主席换人，对不对？情势巨变。OK。那如果他是党主席，那你说情势是不是巨变？有没有2+2？我未来我觉得是一个问号啦。他会不会继续当立委？那还是他要去跟国民党喊，我现在占了这一席。那或者是我在这一场大罢免，我也许有很重要的角色。那后面你是不是要让一席县市首长？好，如果这样的话，那佩君，国民党在白蓝之间或蓝白之间，你们要怎么样看待？黄昌如果真的讲打倒赖清德这样的口号办一场那个的话，国民党要不要去？去以后那个主客之间到底该怎么样？
国民党现在是不是真的未来真的会打出一个口号？因为我听到包括有名嘴讲，包括有前立委讲，巧先好像我也听他喊出这个口号。未来国民党是不是真的会喊，就是守护韩国瑜？现在变成立法院的席次跟院长，国民党的立委31席未来的一个统一口号，变成是要守护韩国瑜吗？还有一个就是不让那个老柯建铭当立法院长，这是国民党未来口号的要打的这个吗？我先回答若芳刚刚的问题哦。基本上，如果黄主席黄国昌如果真的办这个活动，国民党去，而且一点都不为难，也不模糊，也不尴尬，去身份客人，因为是人家办的，目标明确，期待政党轮替，这个没有什么好为难的。那老实说啊，如果你去了就是把人家当成朋友，那朋友之间还要在那边算说，今天出席100个，里面大概65个是我的，35个是你的，65个以后只能投我，里面一票都不能走，64怎么样？你不会去算这个，因为你更大的目标在前面，你期待政党轮替啊，这不就是蓝白合作的目的吗？那当然我也可以理解，民进党当然很急啊，因为他们的急不是今天才急，早就急啊，在这一届国会选举完之后就已经很急，所以只要看到缝没撒一把钉子下去不舒服，因为这一次选举完本来看到席次分布出来的时候，民进党是期待能够撩蓝白之间的不和，希望把总统合作破局这件事情继续在国会把那个气氛延开来，让蓝白在立法院的席次不要合作，那么民进党的立法院席次才能发挥功能，提案才会过关。可是这个看到缝就丢一把钉子进去这件事，显然没有发挥作用。蓝白在这一届立法院里面部分的法案，大部分啦，基本上是意见相同、看法目标一致的时候，是在投票表决上面是可以合作的，所以并没有办法达成民进党的目标。那他们接下来就会开始一直想各种的方式去分化，去做这样的努力。可是我觉得是没有用，因为那个目标是很明确的。黄国昌当然他会紧张，他会焦虑，因为他有很多层的压力。除了他现在这个代理党主席之外，当然马上就要来的这个县市长的选举，不管他要不要选，他作为代理党主席，这个都是他必须要去负责，因为兵符在他手中嘛，所以他当然有很多的压力。那再来更现实的是，柯文哲还在积压，这件事情办到现在，你说有没有更进一步惊天动地的证据？目前台面上没有看到，可是人就是还没放出来。那你说对黄国昌、对民众党支持者不急吗？当然急。所以黄国昌有很多重的压力。那国民党既然要作为现在可以直接就讲是民众党的友军，我觉得太多的算计是不必要的，然后也不需要去被民进党的这些言论去被聊起来，我觉得真的不用。OK，Thank you。来，第一个，罗廷伟哭倒在黄国昌的怀里面，叶元之到板桥去视察，然后请黄国昌一起陪同。那佩君刚刚有讲，对蓝白之间合作，既然要合作，就不要去计较那些大目标，政党轮替、打倒赖清德，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刚才讲那个口号，我不知道这句话Thank you听了大概会特别有感觉。韩国瑜院长说，哪有立委才当1年就被罢免？你知道？你当多久？我第5天宣布罢免，嘿。你第5天的，我当选的时候就是韩国瑜落选嘛，韩国瑜落选之后，1月11号投票，1月16号就有新闻说，韩国瑜没有选上，将罢免陈柏惟、黄捷、陈柏惟、王浩宇。这个新闻都还有。好，来，那立法院长韩国瑜说，哪有立委才当1年，那就被罢免的道理？大罢免如果成功，台湾民主一场空，台湾民主会发疯，所有这些。而这个过程当中，刚刚讲到，那立委真的，那这个所谓的如果大罢免成功，你跟韩院长说台湾的民主就一场空，你的看法会是怎么样？另外，刚讲到蓝白之间，你看到黄国昌在这场局里面，在未来你觉得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我觉得哈，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跟苗博雅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会根据现有的双方认知一样的事实，然后再去讨论分歧的部分。我想法院办案也是这样子嘛，先确定这个是不是事实，那接下来再讲求证据，讲求两边不同的说法。可是现在跟国民党谈很难谈的原因，是因为不太谈立法院发生什么事。那黄国昌是不能谈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包牌，他以前讲的跟现在讲的都不一样，所以你也没得谈。那就变成说，刚刚有提到说，国民党这一次过半然后民进党挑拨蓝白我的观察是，我其实是期待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展现他们比民进党还要会当立法委员。我期待是这样。结果他拿保鲜膜封门，你要我期待什么？结果他们半夜7点的时候，晚上7点的时候，历史上从来没有突然宣布开会，我们活化石在这边，哪有这种事情？然后呢？以前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我们期待黄国昌进去。我跟你保证，投给黄国昌有很高一部分的人是觉得民众党的不分区比蓝绿还要厉害，所以他们喊蓝绿一样烂嘛。
结果现在剩下的不是蓝绿一样烂，现在还支持民众党是蓝绿只能烂，好的都不算。那蓝绿如果有好的事情都不算，蓝绿只能烂的。所以黄国昌以前提的东西，我们那个时候投给民众党人，本来期待他们进去之后，你不是说研会都浪费时间，结果黄国昌自己研会。黄国昌以前还讲过一句话，现在加码独家，因为其实黄国昌讲过屁话太多，不是每个人都来得及找，偏偏我是黄国昌研究者。这个是2019年黄国昌的发文，他发了一篇文章说研会期间办考察浪费时间，破口大骂太离谱了。结果呢，他带着叶元之去考察什么？国小，元之的选区国小。这在2019的黄国昌啊，叫做什么？叫做尸位素餐的立委。我念一下他讲什么。他说啊，每个礼拜1、3、4委员会都会考察，都会请行政部门报告，让立法委员质询。但是呢，下个礼拜几乎都是考察。前几周已经很离谱了，这个礼拜更夸张，这样的立法院令人失望。他说研会是浪费时间的啦，研会你还不质询跑去考察，哇，太离谱了，令人失望。这个叫黄国昌。所以本来投给国民党，为什么？国民党面貌年轻的脸孔，你看徐巧芯、罗廷伟后北跑跑，又咪咪胶原蛋白，对不对？投他们比以前那些老的，连抗议都不会抗议，就投进去之后，他也在做老的事情啊。投给黄国昌后，蓝绿一样烂，超越蓝绿，到目前为止唯一超越的只有阿北的交保金呐。所以要讨论什么？我们中间选民是有期待的，我们不是民进党的支持者，没有一定要民进党怎么样，没有一定要民进党执政或立院多数，不是给了大家时间了吗？遇到财划法的纠纷，你们怎么回应我们的？遇到国会扩选的纠纷，你直接骂大法官违法滥权，我要怎么跟你讨论？最后你如果问我啦，我认为我个人理智上。做过立法委员最崩坏的一点，就是他们对财划法的解释不清不楚。到现在，蒋万安还在为台北市争取。我认为本位主义可以解释他的问题啦。那我就问国民党嘛，台中为什么第4名？台中为什么第4名？到今天没有人解释呢？台中6个台中的立委加卢秀燕7个要发新闻稿、要上新闻、要接受记者采访、随时可以讲话的人7个，没有一个人为财划法讲话。那我们要怎么替你说话？台中的立委加卢秀燕7个要发新闻稿、要上新闻、要接受记者采访、随时可以讲话的人7个，没有一个人为财划法讲话。那我们要怎么替你说话？那台中为什么会崩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有3个年轻的立委都超过罢免联署的门槛？有3个还在补件，为什么？你们根本连自己在提什么政策都讲不出来啊！没有任何一个，我也不勉强现场来宾，没有任何一个国民党的民意代表或是智库可以说出。国民党在立法院财划法版本的加权百分比，人口多少，产业多少，污染多少，面积多少，税收多少，没有人讲得出来，没有人讲得出来，我们要怎么理解？你叫台中人怎么吞？国民党吼，去抢内底的议胜，抢第4名，抢输张善政，抢输侯友宜蒋万安，唔知要安怎，不知道怎么讲。台中已经是国民党比例最高的县市，结果抢第4名。没有第2名啊，因为桃园更高。好，所以这个就会回到一个问题：国民党正在往黄国昌或者是往民众党靠拢，这一个战术是有人得利，有人失分，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整个政党他要判断他的大方向做这件事情好不好。民进党至少是在去年的时候，他就说了，跟包牌政党在一起很容易被人家包走，因为他能够触及的范围比你大。那在选举的过程也一直都有，所有候选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单一选区的尤其重要。你到底要顾基本盘，还是要往中间靠拢？有些时候你越顾基本盘，你会被感觉好像你很激进，你很极端。那你顾了中间选民，人家就说你抛弃原配，抛弃你的这个出发一开始挺你的阿伯阿妈所以在这个竞逐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叶元之选择了什么？叶元之选择侯友宜的场先走，但是黄国昌的场全程陪同，那就表示什么？而且你只会用全程陪同
叶元之是板桥的立委，那是在板桥的，应该是黄国昌陪他，是吗？但是你的口中怎么变成叶元之在陪黄国昌？我看那个受访的姿势，黄国昌比较像主揪啊，对不对？一般来讲，黄国昌一般来讲是主揪型人，黄国昌比较像主角。对啊。他有去考察我的母校，对嘛？一般来讲，一定是市长先讲话，讲完才让立委来受访嘛。那一天是黄国昌先讲，讲完来叶元之，叶元之讲完黄国昌，还歪着嘴跟他握手，真的啦！你们自己去看那个媒体，那个画面都有。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大家往中间靠拢的情况下，那国民党基本盘到底是什么？国民党以前有提过一个3合1敌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等一下那个来不及讲到党外那一趴，我把它收起来一起讲。3合1敌人是党外共产台独嘛？那台独跟党外后来变成民进党，但是走社会路线的就脱离出去，就说没有要跟你搞台独，就脱离出去。那共产党嘞，后来在2005年的在野太久了，在野5年，国民党不舒服嘛，跑去联湖会之后，国民党跟共产党从此再也没有一句恶言了嘛。最后一次我听到有国民党骂共产党的，还不是国民党，亲民党骂共产党的是邱毅骂共产党什么？想追台湾还不洗澡洗脚？这个标题我都还有印象。洗澡还不止洗澡，还要洗脚。这邱毅讲的。他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一句口出恶言了。然后我就在思考说，那国共跑到一起去了，那原本中华民国国民党的这个党国体制的3合1敌人，现在都名花有主嘛。那国民党跑去跑共产党啊，台独跟党外议会路线的变民进党，运动路线的变社会倡议团体。那中华民国现在在哪里？哇，被谢龙介丢给赖清德。因为谢龙介造势的时候把它藏起来嘛，然后就那一张不能拿啊，然后就丢给赖清德。那这样子看起来的情况之下，你们原本的基本盘都不要了。其实国民党的基本盘是什么？6个字：中华台北地方。中华台北就是他们在中华民国的正当性，那但是你又不能讲太明白的中国嘛，那个中华台北是隐含有反共意义的，不然你们为什么不叫中国台北？因为我是中华，你是中国，所以他讲中华台北，在台湾呢，在中华民国，你讲中国台北你就生气，怎么可以矮化国格？我认识的国民党年轻人几乎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啦。但是他们的地方呢，曾经被国民党中央打成地方黑金派系嘛，都市的看不起他们，你弄黑金。对不对？傅昆萁也被讲过嘛，说你们这个有暗的病毒。结果现在反共这一块你也不要了啊，地方这一块现在又保持距离，最后就变成战斗蓝。但战斗蓝的本质是什么啊？抱歉，不要讲战斗蓝。现在跟民众党比较好的那一群人，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投机，哪里有票往哪里去风向啊。所以当小投机者遇到大投机者，小包牌仔遇到大包牌仔，最后就是小的被大的吃掉。这是国民党的基本盘的判定，当然我的解读不一定正确，我只是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但是每一次选举都会有这样子的考验，那只有民众党是最神奇的，叫无根的扶贫。它是可以同时极统又极独的，它是可以包容社会全社会整个政治市场的政治边缘人全部都包裹在一起的。所以民众党就是一个最大的投机政党。我必须要承认，就是台湾人有这么多投给他，就表示台湾人的确也有这样子的投机性格，这是事实。但是过去的意识形态也要包含中华民国的神主牌，这个叫国民党，以及台湾主体性主体优先的这个民进党，现在突然多了一个投机政党。那如果台湾民众党把中国国民党取代了，或是吸收了，这样子对台湾的发展比较好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民主政治可爱好玩的地方，就是会不断的刺激大家思考，会不会其实柯文哲创立台湾民众的时候，就希望把中国国民都变成台湾民众呢？但是 Thank you， 你刚刚既然提到中华台北、中国台北这些。你的好朋友，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你的好朋友了。馆长，今天要到中国大陆，他还要直播，要全程这些，有没有什么话要跟馆长讲？很标准呐，很标准的台湾民众党支持者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啦，见钱眼开嘛。那现在的情况也无所谓祝福或判断什么的。他的判断就是我就没赚过中国的钱，不然你让我赚一次嘛。他说不定去一次他也吓到啊。说不定去一次以后回来他也后悔啊。照他的这个政治判断跟表现，平均2年就会春夏秋冬轮转一次嘛，所以说不定2年后他要变台独的啊，我也不知道，我们话就不讲太绝啊。因为事实上是2019年到2025年6年，他换了3个政党，你怎么知道他过2年哪一党的？好不好？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那种台湾民众党的投机性格嘛，哪里风向好哪里去嘛。只是要提醒大家是说。传统民主国家有这种政党政治，他们怎么样都会留在这里啦。那个你也知道啊，所有去过国防外交委员会，甚至有相关研究团体的，
中共的报告就是蓝金黄来做统战嘛，蓝就网络流量，金就钱，黄就色情。那既然网络流量就抑制着假账号、舆论媒体，然后这个斗内这一些东西的，他已经明摆在那里了。那我认为，其实国民党某种程度，或者是民众党某种程度啦，他就是故意在玩火。玩火哈，我们都会建议这样子，你玩火没关系啊，你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引火自焚，但我严重警告你不可以烧到我家，这个是3个程度的不同。那要玩就去玩吧。OK， 来一下。对啊，刚才讲到民众党黄国昌包牌嘛，光是这件事，蓝白合最近在反罢免这件事情就已经包牌了。赖香伶昨天还讲啊，说如果被罢掉，国民党被罢掉，我民众党一起打包，还有这么好的事，买1送1啊？当然不是嘛。然后呢，黄国昌今天人家问他说啊，你民众党都要打包，你有没有要蓝白合再反罢免？他怎么说？朱立伦还没有来讲。你们如果民众党要被打包了，不是你黄国昌要被打包，你应该说我一定努力的反罢免。他说朱立伦还没有来讲。要讲什么？我说真的啦，如果真的要挺国民党，在所谓的以罢制罢的2阶段联署的时候，他不是要提供 know how 吗？结果 know how 在哪里？包含那个学姐只在士林北投罢免吴思瑶，只提了573份，573份呢，可以看得到的东西，联署书你都敢提573份，更何况接下来31个选区一票一票投，你根本不知道这是民众党动员的还是国民党动员的。所以我现在喊一喊啊，我一定力挺啊，我一定力挺蓝白合，最后31个选区保住的。都是我黄国昌那个哭在我怀里的功劳，没保住的都是你朱立伦问题啊！为什么我会说3阶段你投票出来，你到底是谁的功劳是没办法判定？但是黄国昌拿到了一个牌，一定要蓝白合才会赢，你们现在要靠我才会赢。重点来了，罢多少他就要多少嘛，罢越多他要越多嘛。你们被罢了10个，要重新提名的时候，赖香伶可不可以选桃园？桃园有6区哦，桃园6区如果有3个被罢掉，赖香伶可不可以去一区？很合理呀。民众党要蓝白合啊，3个选区如果被罢掉，我赖香伶分不到1区，一样啊。昨天讲到叶元之到现场去看大关国小的跑道，对不对？你帮了叶元之辅选，如果真心帮忙，是不是你的脸书要带着叶元之秀在你的脸书上，呼吁你脸书上面的朋友、民众党的朋友要支持叶元之，要提供所谓的反罢免，不要去投不同意罢免票？结果你看他的脸书，自己很认真的看那些跑道啊，看大关国小的跑道啊，有没有任何一张他跟叶元之的合照？没有吗？我帮叶元之讨啦，今天我讲了，他可能明天就放了啦。为什么你昨天去看大关国小的跑道，你明明就是要帮叶元之的，假设要蓝白合，为什么你的脸书没有跟叶元之一张国小跑道的看跑道的一个画面？没有，因为他自己在考察，他哪管叶元之啊？叶元之倒了，黄国昌会不会选板桥那一区？很有可能啊，我选不上新北市长，蓝白合那一区，黄国昌想不想要？也有可能想要，都别忘了。他们这8席都有2年条款，2年之后他们都没有不分区立委可以选了。那国民党罢的越多，我这8席的出路是不是越多？而黄国昌作为党主席，10席被罢掉，我换到3席，我多了1席，我这个黄国昌的党主席叫做大功一件呐。我没有故意要挑拨国民党跟民众党，因为现在被罢免的都是国民党。对于民众党来讲，我完全没压力啊，怎么样算我都赚啊，所以我口头示好，跟你们蓝白合口头示好，说你们倒我也倒，但最后倒的是国民党，民众党根本不会倒。佩君真的会有感受到那个口惠实不至的那种感觉吗？不是，一赛哥每次都这样。那如果我今天黄国昌放了一个叶元之的照片，那不就又坐实了你根本假考察真反罢，你去挺叶元之，所以又是来了嘛，又是怎么放都不对嘛。那他既然他是文教委员会去考察，那他就有2个立委可以同时考察，那他觉得重点，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我只剩下黄国昌在考察，我没有看到叶元之。那重点是我去考察，那放了我去考察画面。
旁边，这样也不行。那非得又要放一个叶元之，那如果放了，不就又变成在替他反罢免？怎样你都有解释的角度嘛？那我没关系，这都是各自大家都可以自己有自己的说法。但是对国民党来讲，现在就是一切集结友军，然后一切目标一致的人都是可以合作的。你基本上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了。如果我真的罢免出了3长2短，你接下来一山哥刚才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如果罢的越多，民众党要的越多，那不是啊？那如果罢的越多，就代表你可能真的没有想要帮我，也没有那么努力的帮，那我干嘛还要去跟你谈的给你的越多？所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那好，如果真的我们反罢成功，那就没有要重选的事情，这件事情就不存在。哪怕真的出了什么3长2短，假设真的有面临要补选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算现在我们在合作，那面临补选这个可能有一点尴尬，会有矛盾，就是也没那么困难。有科学的工具叫做民调，如果双方在那个选区都有，我们彼此都觉得这个阵营推出会赢，那还有退一万步讲，还有民调去做。但在那之前，如果我们合作得宜，反罢免这件事情会成立，那就不会有再下一层次的命题，所以不用讨论，或者不用去想那个可能如果再如果堆叠上去的议题啊。我那个议员，我要跟你解释一下哈。如果双方在那个选区都有，我们彼此都觉得这个阵营推出会赢，那还有退一万步讲，还有民调去做。但在那之前，如果我们合作得宜，反罢免这件事情会成立，那就不会有再下一层次的命题，所以不用讨论，或者不用去想那个可能如果再如果堆叠上去的议题啊。我那个议员，我要跟你解释一下哈。照片的部分不是，但我要解释这个哈。你要知道，当天有很多委员会都有排考察，都有排考察哦。那教育委员会，你知道他排的考察时间是9点到11点半，考察新北市国民教育什么，葛如君排的哦，那叶元之说校长拜托了，葛如君知道校长拜托的吗？绝对是叶元之去排的嘛。所以才看他的选区的嘛，但是那个考察是新北市哦。好，这是教育委员会，当场只去了一个立委，叫做叶元之。司法委员会，葛如君应该要去吧？司法委员会考察法务部矫正署台北少年关护所。请问一下，黄国昌是哪个委员会的？黄国昌是司法委员会的哦。他没有去考察司法委员会的行程哦，他刻意跑到教育委员会哦。你认为这是什么？你告诉我这是什么？难道黄国昌自己以为自己是教育委员会了吗？他司法委员会的哦，有考察行程哦。他跟他助理都没有出现在司法委员会的考察行程哦，但特别去了板桥哦，去了板桥哦。你说这不是刻意的政治动作，这是什么？图片上当然放他啊，当然要放他啊，怎么会放叶元之呢？当然是放他啊，因为他不是教育委员会的啊，他司法委员会的啊，还要放他啊！不要忘记哦，他一段时间就在新北市长，我愿意跟国民党民调，我愿意公平。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讲一次，所以他为什么要去那边？政治嘛，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去考察呢？可是阿淼，如果照刚刚佩君这样讲的话，眼下这个难关如果都过不了，大家就没有明天了。所以先蓝白之间和过了这个难关，万一以后大家真的面临到什么样的矛盾，有个民调嘛，就用民调的方式去解决所有一些问题。但不管怎么样，民进党赖清德就是眼下共同的一个敌人，就是这样子。要不然的话，对蓝营、对白营来讲，未来都有不可承受之重啊。我觉得国民党要从自己的党史当中学习啊，不要说我们义务教育长大的，对国民党的党史都还比一些国民党人熟啊。国民党在抗战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呢，共产党1分抗日，3分应付，7分是壮大。所以当时你看蒋介石的国军跟日军在战得越激烈的时候，你去想共产党他想什么？难道共产党会说，这一关如果没过了，民族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帮这个蒋介石的国军要先抗日？错，
共产党只想着你们2个打得越激烈越好，我哪管你们谁赢啊？你们最好就杀到没有战力了，那说我共产党壮大了嘛。现在其实，在大罢免的这个局里面，同样是在上演啊。你以为黄国昌关心你国民党是赢还输啊？他只希望你国民党跟民进党杀得越烈越好，两边都流血，两边都失分，两边都出问题。然后呢，他1分反罢嘛，3分壮大嘛，7分是声量嘛。那是国民党难道还看不懂吗？为什么以罢制罢会31-0？当时黄国昌干嘛？我要号召扫除绿卫兵，全国有800个志工，我要从台北开始到新北一路罢到屏东，把钟嘉宾也罢掉。请问黄国昌交几份联署给国民党？为什么看不懂这个人呐、我真的不明白，国民党有什么好看不懂？倾囊相授，国民党难道从太阳花时期从来没有研究过黄国昌这个人吗？他从政不是昨天蹦出来的，他从政非常久嘞。在这个整个局里面，其实对于黄国昌来讲，他最希望的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2个杀得越演越烈，最好天下如果大乱，对黄国昌就是真正形势大好。第二个，先前讲过很多次，黄国昌他就是烤肉只带吐司来的那位同学。你看他以前每次说我办活动，叫你们国民党统统都来，结果现场他也没扣半个人，对不对？然后呢，国民党办活动，黄国昌说我参加，他也没扣多少人去参加国民党的活动。那这一次，佩君不要笑成这样子，不要笑成这样子，很贴切，很贴切，非常贴切，你不要害我，我只是突然想太贴切了。我没有觉得贴切，我等下再说。都做面包。看面对面的观众朋友一定知道嘛，这件事我已经分析过非常多次了。那为什么国民党以罢制罢会失败？因为国民党有一部分人也学会了，你每次都带吐司，那我也带吐司。到最后都带吐司，没有联署书嘛？这个就是国民党已经一再发生的事，在这个反罢的路上。所以啊，如果说你再把真的未来第3阶段反罢免的寄望放在黄国昌身上，我只能说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国民党如果真的打拼出一点成果，全部都会黄国昌收割掉。因为现在问题是在于说，假设大罢免成功，其实不是赖香伶说什么民众党就完了。大罢免若成功，国民党更弱。其实国民党内有识之士，你一想就知道，蓝军的空气票会往哪去？绝对是刷进到黄国昌的票仓嘛。黄国昌现在已经完全盘踞了，他其实蓝军当中声量最强的人。那国民党在这一次的大罢免里面，到底是不是要输了面子又输了里子啊？不要忘了，国民党很多的危机是来自于什么？因为短视，所以所托非人，造成长期危机。刚刚前面3Q 讲的，连爷爷去中国那件事情，他当时说为国民党找出路，找不到出路，跑去中国找国共合作，想说找出路，结果是不是所托非人？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红色进来蓝色之后尾大不掉，你变成是说在台湾你根本国民党是被人家视为是红色的最好的朋友嘛？那同样的，你今天让黄国昌说那我欢迎你来，而且请神容易啊！到时候黄国昌在你这个反罢免里面1分反罢，3分壮大，7分收割声量跟蓝军的空气票的时候，我觉得最后国民党会发现黄国昌是国民党最难处理的问题。来，佩君，你要解释一下笑什么？没有，我不小心被戳中笑点，因为我想到突然出现黄国昌提着一袋白吐司的画面，但我并没有认同这个说法，我只是不小心太具象化。但我说真的，就是现在如果以台北市来讲啊。黄国昌个人就算了，但其他包括地方议员曾宇啊，这个静莹他们，起码他们是提着肉跟海鲜来，这很明确。包括在若方应该知道，就是曾宇出现在他们选区，帮忙洪威去反罢免那个座谈会，我看他几乎每一场都到，扫街那些事情他都做很频繁。所以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拿烤肉来比喻的话，我认为地方议员海鲜跟这个该带的肉都没有少来，并没有出现你讲这个状况。然后再来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其实我觉得在跟现在刚刚讲的大方向是还是要去希望政党轮替，然后对赖清德不满。可是，在细部的政策也并不是每一个100%都吻合啊。就拿今天这个居人加薪的事情来讲，国民党
立委国民党提案这个军人应该要加薪，可是民众党他们反对，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是觉得不应该加薪，他们是觉得这个齐头式他们有意见，所以最后他们是弃权没有投票。那所以你说对国民党支持者会很难区分，不会啊，因为如果你今天支持这个军人要加薪，那国民党是这样做，那民众党他有其他的考量。如果你认同不要齐头式的加，那到时候才会有分流。所以就算大方向一样，现阶段是反罢，一样是希望政党轮替，可是他们就我们啦，在细部的政策也不是100%都一样。到时候选民去投票，还是可以根据这些不同之处去做他们的取舍。所以其实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困难哦。然后反罢免这件事情，如果到现在为止，这个民进党或者是他们这个所属的友军那么振振有词，那么有信心的话，其实就不会出现进来铺天盖地在帮这个 Grace 去洗地的事情啊。然后老实说啊，这个戏到今天要演到一个新的分水岭，就是他到底是谁的人。哇塞，我说真的民众党像不像共产党，这给民众党自己去论述，因为那他们自己政党。但是就国民党的立场来讲，现在全中华民国最像共产党，当然是民进党啊！你一天到晚打着要反共，而且共谍都在你家，然后一天到晚说这个只要跟中国交流就叫统战，结果你爸在靠中国赚钱，还不是赚红钱，还两个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别人就是自己越是那样的人，然后越要把这个帽子往别人头上扣，那个样子活脱脱就是共产党啊！所以这我觉得都不用再讲那么多。那今天的新的分水岭是要把 Grace 往民众党那边放，说这个不是民进党的人，然后就开始做他的编年史，说他过去跟蔡壁如如何如何。其实我比较想提醒民进党，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你们要小心一个人叫四叉猫，因为四叉猫过去跟蔡壁如也是 hold 来 hold去，而且 Grace 在徐小新那一场踢完铁板之后去的那个直播，就是四叉猫的直播，会不会他们又交流一些别的情报？对，如果真的要，我倒是提醒这个朗东兄，他可以注意一下四叉猫这个角色。方不要回应一下，你们是共产党吗？我觉得先讲一下哈，就是以地方来讲，蓝白的合作，我觉得是各取所需。你说王宏威以我这边选区为例好了，王宏威找林珍宇，那林珍宇大力的帮忙，为什么？因为明年要选举。那就在我自己私底下也有跟我们蓝营同选区的民意代表聊过，他们自己在算林珍宇的票算谁的，算蓝的。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这边如果以国民党提4席，要算4+1，5席，因为林珍宇分的票是国民党的票。那林珍宇为什么要这么大力的去帮王宏威？那他当然就是要再去捞更多的国民党的票啊。那各取所需嘛。那黄宏威需要林珍宇一些可能有这个民众党的票，就各取所需。那你说，我觉得不管 Grace 他到底是谁，我个人觉得。他去那场，我觉得是没有那么的妥当。我个人会觉得，因为你没有准备好，那当然，徐巧芯，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大气是个的一个立委，你去到那边，你应该是让不同意见的人完整的表达完，你可以慢慢的反驳。我觉得是这样子。那至于你说什么民进党现在是什么共产党什么，我先讲一个。就光这个沈伯洋在提立法委员去中国要公开透明所有的行程这件事情，那如果未来大家会觉得说连3等亲全部都要纳入一起来做一个检视的话，我觉得沈伯洋他也说他同意啊，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大家都来。那国民党要不要一起来签下？因为你光连自己要去中国。这个去出国去中国的话，你连自己的行程都不愿意公开透明，挡到现在，我觉得，那你现在在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乱七八糟嘛。那至于你说在这个民进党是不是共产党会干嘛？我觉得以常理来讲啦，国民党现在就跟红色刚刚也讲了嘛，他跟红色在我们大家的逻辑上面来讲，或者认知上面，他们就是已经好朋友了。你都是好朋友了，我干嘛还要用钱啊、用色啊、用各式各样的来拜托你来帮忙？那当然，就一般来讲，你去看电影，大家要收买的是谁？敌对阵营跟我不同立场的，我要去找他。你都是好朋友了，我干嘛还要用钱啊、用色啊、用各式各样的来拜托你来帮忙？那当然，就一般来讲，你去看电影，大家要收买的是谁？敌对阵营跟我不同立场的，我要去找他。那当然，我觉得只要是被收买或者是共谍的，都应该就依法，而且要严办，绝对要严办，不能出卖国家。那也是再来，就是说这些严办的话，那后面这些包含退役的军人，你去听中国这边啊，去听习近平讲话，去唱国歌这些，他
照理就不应该要再继续领人民的纳税钱。那这国民党应该也要一致来做同意，来严格的来处理，来维护国家的尊严以及国家的主权。我觉得这是同意嘛。那只是不要说你现在是要骂民进党，我觉得民进党内有这些，我觉得要严办，全部抓出来，全部都严办，我觉得这是合理。但是你不要说民进党这样子啊，你自己国民党在立法院上面该通过的、该检验的这些立委的行程，或者是包含说这些推荐将领，如果真的去了中国去聆听习近平讲话，去演讲站起来对他们敬礼，我觉得这不应该。那要一式，不要两套的标准。OK， 好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要烤肉的话，记住要找带吐司的，要找带海鲜的，要通通都带的。对，然后你一定要记得找上工，好不好？他会带酒，好不好？你应该是会带酒，我会带嘴巴跟肚子。你连面包都不带。对，上工。现在看起来，蓝营除了知道要打陆战以外，所以你看每一个31区，大概地方上面都已经从花莲，尤其连中评社都点名那个仇恨值高的傅昆萁，然后徐巧芯、王宏威，所以每个人看起来那个陆战都已经大概所有的兵马全部都已经就位，除了兵马就位以外，立法院像最近好，刚才提到像军人加薪这案子，某种程度蓝营是不是要找回他们在？因为大家一直都把军系这一块传统上都觉得是不是比较挺蓝营的这一块，用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是要号召出当初的支持者要回来？可是，在同时，因为这次的罢免打的主轴，曹英健他们一开始打的主轴就是什么反共复台，类似这些。可是当海峡论坛要办，当蓝营也闻得到这个味道嘛，所以包括县市首长啦或者什么国民党可能也不会派高阶的主管。但是当马前总统如果是要去的话，那怎么办？怎么办？马前总统是国民党体制外，因为没有人管得住。可是他去一定会被媒体上面把他归类为国民党。当然一定会啊！那他基本上你看他之前清明节前后不是去中国吗？见习近平吗？然后后面侯友宜正在选总统的时候，德国之音两岸问题必须相信习近平等等，那真的是哗然嘛。那现阶段当然海峡论坛在这个大罢免当头，大家都知道能不去最好不要去啊。好，那如果中国邀了马英九去，账一定又在算在国民党头上，这毫无疑问的嘛。马英九就是一个国民党里面永远甩不开的人物嘛。他只要去，一定算在他头上。那这个算在他头上，一定会对大罢免上面的反中等等里面，他一定会增加一些柴火嘛。那当然，国民党也在努力的要救嘛，包括明天中常会里面，文传会跟主发会会提出反罢免的报告，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朱立伦会在里面会做一些，我不知道会有什么重大宣示啊，就等着看嘛哈，等着看嘛啊。那当然，在争取票源上面，各位如果回过头来想一下，从去年的12月7号，这个朱立伦讲以战止战，在彰化县党部130周年喊以战止战开始，到1月6号赖士葆的以罢制罢，说这是党中央的意见，没想到1月8号，傅昆萁开记者会说没有，我们没有要搞罢免。那1月8号，同时就是李彦秀出来讲，我们罢免有18套剧本的那一天，说你一路下来走到现在啊，你看他们搞什么？还命于民，反废死，5月23号中选会否决 ，OK， 还权于民，5月23号来不及，反戒严来不及，不推了。还价于民，5月9号过了3读，4+1，但好奇的是，后面好几份国民党的民调全部跌，并没有4+1而看到有什么对国民党加分。OK， 没看到。5月21号特别条例普发那个1万块，整个委员会保留，全案送出协商，全案协商那要到6月了啊，要到6月。然后军人加薪，这不是徐小新一直在叫的吗？徐小新叫的啊，那今天过啊，但
军人加薪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军人加薪是针对现役军人。现役军人已经并非如过去传统军人，是我们把它划分为蓝的。年轻的军人你已经没办法把它划分成蓝的。这样的一个讨好会不会有用？我不知道。因为从还价于民要讨好劳工上面，你民调完全看不出来啊。OK， 那现在问题对国民党反霸就只有一件事嘛，能捞多少票算多少票。包括黄国昌也一样。否则你回过来，我记得叶元之好像也是在这个节目说了嘛。说他选新北市，他选都比黄国昌票还多。我记得好像就坐在我旁边讲的嘛。那现在呢？对，黄国昌的票现在多珍贵啊！所以能捞多少捞多少嘛，所以一直丢这些法案嘛。但问题能捞多少我也不知道嘛。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应该是反霸大概是所有的主轴吧。党主席当然你说明天中常会会不会有说傅昆萁的人马要提党主席研会这些？好，那看明天中常会。可是我们在国内大概大部分的人现在心思上面都很在乎大罢免到底最后结果会是怎么样这些。但你知道国际之间现在一战是美国会不会真的搞成内战？川普已经说要派2000国民兵、700个陆战队直接到加州哦。没错，就是川普的移民政策的问题嘛。当然，你说明天中常会会不会有说傅昆萁的人马要提党主席研会这些？好，那看明天中常会。可是我们在国内大概大部分的人现在心思上面都很在乎大罢免到底最后结果会是怎么样这些。但你知道国际之间现在一战是美国会不会真的搞成内战？川普已经说要派2000国民兵、700个陆战队直接到加州哦。没错，就是川普的移民政策的问题嘛。对于所谓的上周六发生的一件事情，听说是谣言啊，就是美国的这个 ICE 啊，就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行局，对，他们的所有人集结在一家就是墨西哥裔、拉丁裔的一个店铺里面去做集合，就被谣传要清除所有的拉丁裔的族群，所以导致整个加州的拉丁裔的族群都产生暴动的事件嘛。那产生这些暴动的事件，所以美国内战要开打，不只是国民兵啊，现在川普连海军陆战队也要待命。加州州长绕话说来逮捕我啊，这个东西就是要保护他们内部所谓的比较合法移民的权利嘛。因为现在已经不只是所谓的非法移民出来抗议而已，而是这些合法移民他们内心都有他的疑虑，我会不会因为川普政策的变来变去，我也会被驱逐出境嘛？所以他们这一次的抗议已经形成了一个暴动的行为，而暴动的行为出来之后，本来暴动都是顶多就是国民兵出去镇压而已，但是川普竟然要派到海军陆战队，这个就是所谓的国防军队，而不是国民兵了。所以川普的这个作为，为什么会加州州长绕话说来逮捕我？里面的新闻内幕写得很清楚哦，现在已经有700名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开进了洛杉矶哦，所以川普不是讲而已，而是直接把海军陆战队开过了洛杉矶开进了洛杉矶，与国民兵组成第51个特遣队，而且不只是国民兵。说真的，美国的国民兵本身就有能力去镇压这些暴动，但是为什么川普要直接开这个海军陆战队？所以才会被说是不是美国内战跟韩国一样，也会产生这些包含在宪法上面的争议问题？没有人讲说会不会搞到最后，川普也跟尹锡悦一样，宣布某种程度某些地区的戒严，因为现在看到的还是包括警方在前面，然后包括国民军。那可是当陆战队要去，因为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催泪瓦斯、散光弹、塑胶子弹这些，还有记者被打伤这些，所以如果当真的陆战队下去，当加州州长直接强硬的说有本事来抓我，加州一向是对美国来讲是移民的天堂，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格局上来看，比较像是说，因为加州它长期就是一个深蓝州了，也就是说，不管再怎么样，这个共和党都会认为说，加州的选举人票他们是一票都拿不到，因为是赢者全拿嘛。那所以美国并不是只有加州有非法移民，其实非法移民在美国的南方州，还有这些在边境州也是非常多。那这次冲突主要发生在加州，是因为我觉得双方目前都没有想要这个该怎么讲呢？降级这个冲突的意愿。对，因为加州的州长这个 Newsom 其实也是民主党的未来之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不管是 Newsom 还是 Trump， 他们好像主观上都充分拥有一个动机，是我要展现我的强硬，面对对方，这是第一点，所以冲突就会相互升级了哈。那第二个就是美国毕竟还是有它的一个宪政传统，建国200多年累积下来的宪政传统，其实某种程度上，虽然说美国现在好像有些人很讨厌建制派，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宪政传统在建制派当中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所以关于说，比如说，总统动用联邦的军队，你说要国防部长同意，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要用联邦的军队要去到某一个州里面。要不要这个州的州政府同意？这其实另外一个宪政惯例的争议因为追溯到上次已经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时代了。好，那所以在这一次，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是说美国的宪政制度是不是足够强韧到它可以去消化国内的这种党派之间的对立。因为刚刚武哥提到韩国的事情，尹锡悦宣布戒严最短戒严6小时。那是惊动全球嘛？那虽然韩国真的是很辛苦，而且受伤也蛮重的，但毕竟他们慢慢的透过了韩国的宪政制度消化了这个冲击，因为现在他们也选出了一个新的总统，然后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新的局面继续要上路。那每一次的宪政冲突其实都会伤到这个国家，但重点是虽然伤到，但后面可不可以透过制度来把这个冲突消化掉？那美国现在面临到这个状况，其实台湾何尝不是？就是我们过去1年间，当然蓝绿是各有立场，可是不可讳言的，我们是在面临一个宪政秩序的混乱跟冲突。那现在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民主制度法定规范的制度来消化掉这个冲突，把这个重开机？然后说那既然这个一团乱转彩球了，我就重开机。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当代民主国家其实很大的挑战。OK。一个新的总统，然后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新的局面继续要上路。那每一次的宪政冲突其实都会伤到这个国家，但重点是虽然伤到，但后面可不可以透过制度来把这个冲突消化掉？那美国现在面临到这个状况，其实台湾何尝不是？就是我们过去1年间。当然蓝绿是各有立场，可是不可讳言的，我们是在面临一个宪政秩序的混乱跟冲突。那现在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民主制度法定规范的制度来消化掉这个冲突，把这个重开机？然后说那既然这个一团乱转彩球了，我就重开机。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当代民主国家其实很大的挑战。OK， 佩君，你听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包括这次罢团所有的人在讲到这个，都会说蓝白混乱的宪政，然后所以要借着这次罢免重开机，这是一个议题。可是我们刚刚讲到整个国际社会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包括好，你说从关税战一路到现在，美中之间，当川普跟习近平通上话以后，媒体有报道说习近平要川普管好美国自己他旁边的那些对中的鹰派的那些人。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讲，大家更关心的一件事是，你们两个到底聊了什么？你们会不会聊着就聊到台湾？因为就你们2个人知道，聊到台湾，我们某种程度会变成议题，甚或有人担心会变成筹码吗？会有这个疑虑吗？那个在加州这件案子上面，我个人觉得川普在这个出乎意料的强硬，或者非常非常这个大家可能有一些震惊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前一次被华尔街的那个新的绰号气还没有平下来，就他现在新绰号叫 Taco 嘛，Trump always check us out。所以这一次他说我不是我很坚硬，你知道？但为什么他有这个绰号？确实就是因为他在各个议题上面会
根据他的这个自己的判断，或者是他觉得可以得到利益的方式去做收放，那连华尔街都受不了，那在国内都会有这样相应的反弹，那更何况是国际情势。那我相信过去这段时间，川普这个人在议题上面的取舍，的收放自如，还有你可以说摇摆，已经是很明确的事实。但是你说作为美国国民，他错了吗？他最终如果是站在美国的利益去做这样的选择，美国国民会支持他的。那他的盟友想必也不会有太强硬的这个反对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对中华民国来讲，要思考的永远都是，如果川普现在的友好一旦抵触到美国根本的利益，或者是他对其他盟国之间的承诺或者取舍的时候，他最后会怎么去做决定？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事。现在看起来，来双空，可不可以简单跟大家讲？其实大家都会关心两岸之间的问题，尤其台海会不会有所谓的台海风雨？乌克兰前一阵子大举空袭俄罗斯，乌克兰空袭俄罗斯，那个叫蜘蛛网行动。有媒体上报道讲说，乌克兰的蜘蛛网行动在台海有可能会上演，是怎么一个上演法？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形吗？当然就是说，乌克兰对俄罗斯所进行的蜘蛛网行动，其实是蛮震撼世界的啊，因为高达4000多公里、8000多公里，用无人机去攻击，造成41架的长程轰炸机，要包括核子战略轰炸机，要41架哦，这个是蛮震撼的。所以这一件事情之后，你像美国空军的参谋长，美国空军的参谋长已经是很大的官，几乎都顶到中将、上将以上。他认为这是一个无人机的不对称作战，而且是提供了给所有军事上面一个警惕，一个警惕。包括你说美国的德兰啦，或是英国的防务公司啦等等哦，他们都提出来一个共同的理论，叫做台海之间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你防务公司跟德兰的看法就有一点落差。OK， 因为他们认知的是说，比如说乌克兰跟俄罗斯，它是有很长的边境，它的走私偷运进去的困难度，跟台湾隔一个海峡里面偷运进去的困难度，是相对困难的，相对困难的。不过他们也不排除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虽然说挑战性很大。他们认为中国的敌人相对多，包括想要侵略的台湾周边的边境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也一旦的再提出来说台海之间的可能性，尤其是偷渡的话，边境，就大陆的沿海的重要设施。OK， 你可能是你就知道两岸之间，我们常说贼汤啊，干什么经常会有人偷渡啦、走私啊等等这一些的行为，所以他特别强调的是沿岸，中国的沿岸。它是有可能，台湾如果要利用的话，重点是它的沿岸的防御跟军事设施上面是有可能性的。OK， 那未来来讲的话，两岸之间会不会真的进行到这些？当然，大家都不希望两岸之间会真的兵戎相见，然后风云成如此。那国际社会会怎么看？那对国内来讲的话，这个大罢免风潮看起来，明天如果朱立伦照媒体上所讲宣示这样的话，应该就已经确定了主轴就是比0了。接下来，国民党全体的反罢，而反罢对于不管罢团或是民进党之间的攻，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学员们那边我们明天见，拜拜。